说起阿波罗载人登月，大家一定会想到土星5号运载火箭。可以说，土星5号运载火箭是阿波罗载人登月计划的关键。正是因为它的成功，美国才得以成功地实施了阿波罗载人登月计划。土星5号运载火箭一共进行过13次发射，执行了从阿波罗4号到阿波罗17号的任务，最后还执行了美国第一个空间站天空实验室的发射任务。不过，在完成上述任务之后，土星5号就被弃用了，巨大的 F1 发动机也成了绝版。目前，在休斯敦太空中心的博物馆里，还有一枚土星5号运载火箭供大家参观。可能有些朋友还不知道，就在美国启动阿波罗计划后不久，前苏联也提出了自己的载人登月计划。在苏联人的计划里，他们将采用专门设计的 N1 火箭来实施这个计划。不过，非常不幸， N1 火箭没有能够研制成功，4次试验性的发射都以失败告终。最终，前苏联的载人登月计划胎死腹中， N1 火箭也仅剩了几件残件，在库房里落灰。其实，不管是土星5号还是 N1 火箭，都是那个时代航天竞赛的产物。他们的研制目标基本上是相同的，只不过走了完全不同的技术路线。虽然从表面上看，他们的结果完全不同，但以现在的眼光来看，他们都没对我们的生活造成过什么影响。停留在航天博物馆里的土星5号，只不过比躺在库房里的 N1 在颜色上好看了一点罢了。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茶记，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土星5号运载火箭和 N1 火箭。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前苏联在太空竞赛上遥遥领先于美国。1957年10月4日，前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1号。1961年4月12号，前苏联的宇航员加加林坐着东方1号飞船，成为第一个进入太空的人。苏联的举动刺激了美国，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就认为需要在太空竞赛中超过苏联，而为了在太空竞赛中超过苏联，就需要抢在苏联人之前实现载人登月。1961年5月25日，肯尼迪宣布美国将在1970年之前把宇航员送上月球。1962年，苏联当时的领导人赫鲁晓夫签署命令，为实现载人绕月而开始设计运载火箭和飞船。64年，他又推动苏共中央通过了关于探索月球和外层空间有关工作的决议。按照这个决议，前苏联将在1967年的第2季度实现载人绕月，为10月革命50周年献礼，并在次年，也就是1968年实现载人登月。由此，美苏在载人登月领域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在美国，冯·布劳恩被要求为刚刚组建不久的 NASA 工作，负责载人航天的火箭设计和制造工作。冯·布劳恩本来是德国人，曾经在2战时期带领研制团队为纳粹德国研制出大名鼎鼎的 V2 导弹。德国战败后，布劳恩向美军投降。那时，美苏都在争抢德国的科学家、工程师和技师。美国为此还专门启动了所谓回形针行动，来争抢这些专家。布劳恩就是专家中的一员，他在战争末期向美国投降，战后则来到了美国，开始为美军服役，并持续了10多年。在这段时间里，布劳恩领导的团队先后为美军开发出红石导弹和丘比特导弹。这2型导弹衍生出来的改进型号，就是后来美国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和第一艘亚轨道飞船自由7号的运载工具。布劳恩后来来到了 NASA， 很快就提出了登月火箭的总体设计方案。在经过反复论证之后， NASA 最终在1962年确认了这个方案。这就是未来的土星5号运载火箭的原始设计方案。土星5号运载火箭是一种专门为实现载人登月而研制的运载火箭，
它也是当时起飞重量最大、运载能力最强的运载火箭。火箭采用3级构型，最大直径 10.1 米，总高 110.6 米，起飞重量达到了3039吨，地月转移轨道的运载能力达到 48.5 吨，月球轨道运载能力是33吨。除了载人登月，土星5号也能执行近地任务。如果去掉3子级，土星5号的近地轨道运载能力大约是140吨。1973年5月25号，改成2级火箭的土星5号运载火箭，把美国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空间站天空实验室一次性送上太空，这也是唯一一次没有直接为阿波罗登月计划服务的土星5号运载火箭发射。为了推动土星5号这个庞然大物升空，土星5号运载火箭的1子级安装了5台 F1 液氧煤油发动机。这种发动机直到现在都是世界上推力最大的单燃烧式液氧煤油发动机，单发推力达到了691吨，5台的总推力达到了惊人的3455吨。在火箭的飞行过程中， F1 发动机将工作150秒，把火箭送到65到70公里的高空，然后与2子级分离。火箭的2子级安装了5台 J2 氢氧发动机，单发推力是103吨，这是当时推力最大的氢氧发动机，发动机的比冲也达到了421秒，这也是当时所有发动机中比冲最高的。J2 发动机不仅用于土星5号的2子级，还用于它的3子级。借助 J2 发动机的高比冲，尽管我马上就要提到的前苏联载人登月火箭 N1 火箭的起飞质量与土星5号相差无几，但土星5号的月球轨道运载能力要远远的高于 N1 火箭。J2 发动机在2子级上工作的时间为360秒，把3子级和载荷送到约140公里高的高度。随后2子级将和3子级分离，在土星5号的3子级上安装有2台 J2 发动机，它们将进行2次点火和关机。第一次点火使火箭进入较高的近地轨道，而第2次点火将把火箭推入地月转移轨道。进入地月转移轨道之后，3子级会放出阿波罗飞船。被放出的阿波罗飞船在离开3子级一段距离之后，会进行姿态转身，和此时还在3子级上的登月舱进行对接。完成对接后，阿波罗飞船和登月舱组合体再与3子级分离，组合体飞向月球。此时的3子级则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它会在太阳引力的作用下成为一颗围绕太阳运动的人造行星。由于阿波罗登月舱组合体后面的登月和返回过程比较复杂，考虑到我这期节目主要的是谈火箭，所以就不在这儿浪费大家的时间了。咱们接下来就来看看土星5号的历次发射情况吧。在土星5号总共的13次发射任务中，前5次都是在执行近地轨道或者是月球轨道的试验性飞行，第6次就是大名鼎鼎的阿波罗11号首次载人登月任务。从阿波罗11号到阿波罗17号，土星5号总共执行了7次载人登月发射任务。除了阿波罗13号因为飞船的服务舱氧气瓶故障没有能够实现登月之外，其余的任务都取得了圆满的成功。土星5号的第13次任务也是它的最后一次发射任务。在这次任务中，土星5号运载火箭被拿掉了逃逸塔和3子级，改成了一枚2级火箭，然后仅通过1次发射就把美国的第一个空间站天空实验室整体的送上了近地轨道。土星5号在总共的13次飞行实验中表现都是非常良好，成功率100%，体现了它极高的可靠性。不过虽然从技术上讲土星5号是成功的，但它的设计在一开始就缺乏商业上的考量。后来阿波罗计划被终止，土星5号也无法得到美国国会的拨款，就这样它就慢慢的
淡出了人们的视线。那些原本由它来承担的发射任务也被后来的航天飞机所取代了。不过土星5号的晚景虽然凄凉，但与前苏联的 N1 火箭相比却要好多了，至少它曾经辉煌过。而 N1 火箭呢，我想用那句壮志未酬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来形容是最为贴切的了。我在前面已经说过， N1 火箭是前苏联为了在载人登月的太空竞赛中战胜美国而专门设计的运载火箭。其实以当时前苏联的工业水平和科技水平，想实现这个目标实在是有点勉为其难。美国的载人登月计划是1961年提出的，而前苏联则一直要等到1964年才真正制定了自己的载人登月计划，起步就晚了一大截。这一阵美国先拔头筹。然而前苏联倒霉的事儿还远远没有结束。就在赫鲁晓夫推动苏共中央通过了这份名为《关于探索月球和外层空间有关工作计划》的决议2个月之后，赫鲁晓夫本人被宫廷政变推翻了。他的继任者勃列日涅夫对载人登月的热情远没有赫鲁晓夫这么高，他更热衷于给包括自己在内的人发勋章。这次前苏联再败一阵，屋漏偏逢连天雨。1966年，负责载人登月任务的科罗廖夫也挂了，留下的是刚刚研制了一半的 N1 火箭。科罗廖夫的继任者是瓦西里·米申。后来的事实证明，米申的政治工作能力远远不如科罗廖夫，无法像科罗廖夫那样争取到更多的政治支持。相比之下，布劳恩一直到1977年才安然离世，他对土星5号的设计思想始终能够得到贯彻。到此时，前苏联已经是连败3阵了。然而令人沮丧的事情还没有结束，在经济上 N1 火箭也碰上了巨大的问题。前苏联的军方对载人登月根本不感兴趣，他们只希望得到更多的导弹。由于得不到军方的大力支持，载人登月计划很难争取到更多的经费。相比之下，为了实现首次载人登月，阿波罗计划在美国是一路绿灯，即使肯尼迪总统遇刺，约翰逊总统继任，也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前苏联第4次败北。另外， N1 火箭的发射场是地处亚洲腹地的哈萨克斯坦的拜科努尔，受运输限界的限制，庞大的火箭只能拆散了，运输到发射场以后再进行组装。这不仅增加了许多工作量，更重要的是，这一拆一装会增加很多故障隐患。很多出厂时能达到的指标，经过这么一番折腾之后，就可能达不到了。更何况受发射场条件的限制，总装厂的很多测试工装根本就没法运到发射场，很多隐患也根本无法通过测试在发射场被发现。相比之下，土星5号的发射场紧邻海边，运输十分方便，完整的1子级和2子级可以直接装船运抵发射场，根本无需分解。这就极大地消除了事故隐患，提高了火箭的可靠性。说到这儿，大家可能就会明白，中国为什么会把长征5号运载火箭的总装厂设在天津，而把发射场设在海南了。能够海上运输就是其中的关键。以上还只是我从前苏联的种种不利中挑选几个最重要的部分来向大家做简单的介绍，其他相对次要的，像什么没有合格的上面级氢氧发动机，还有由于科罗廖夫和格鲁什科的意见不合， N1 火箭找不到大推力的无毒火箭发动机，而只能在控制技术还不成熟的条件下，为 N1 火箭的1子级一下子安装了30台 NK-15 液氧煤油发动机等等，这类的事儿还都没提及呢。总之，在载人登月这件事上，前苏联可以说是步步落后，最后的失败是早已在前面的过程中就注定了的。虽然我抱怨了半天前苏联载人登月计划的管理，但今天咱们主要还是要聊火箭，所以现在就让咱们再来看看前苏联的 N1 火箭吧。
和土星5号运载火箭一样，N1火箭也是专门为实现载人登月而研制的。它是一枚5级构型的运载火箭，火箭的最大直径是17米，高度达到了105米，起飞重量是2735吨，近地轨道运载能力是95吨，地月转移轨道运载能力是23.5吨，月球轨道运载能力大约是10吨。很多朋友都知道，N1火箭的一子级安装了30台 NK-15 液氧煤油发动机，这种发动机单发推力是171吨，30台的总推力是5130吨，这就使得 N1火箭的总推力要比土星5号的3455吨多出来不少。这样的设计说明，从一开始科雷廖夫就已经在考虑部分发动机出现故障的可能性了。N1火箭的二子级安装了8台 NK-15V 发动机，这款发动机估计就是一子级 NK-15 发动机的真空版，它的推进剂依然是液氧煤油。对比土星5号使用的氢氧发动机， NK-15V 发动机的比重要低了不少，而且 N1火箭以后的各子级使用的都是液氧煤油发动机，而土星5号的上面级则全部使用了比重更高的氢氧发动机。这就是为什么 N1火箭的起飞重量和土星5号差不多，但月球轨道运载能力却要低很多的原因。其实不管是美国还是前苏联，在开始火箭和导弹研制工作的初期，他们所使用的火箭燃料都是比重比较低的，而且有剧毒的常温燃料。只不过美国更早地开始了高比重且环保的发动机和配套设施的研制工作。在土星5号运载火箭研制所处的1960年代，比重更高的氢氧发动机技术在美国已经十分成熟，而在前苏联，只要领导没有认识到某些技术的重要性，这些技术就永远得不到发展。就比如没有领导的推动，具有最强火箭发动机研发能力的格鲁什科领导的第456设计局一直拒绝为科雷廖夫研制无毒的大推力液体火箭发动机，造成科雷廖夫只能从其他火箭发动机设计局拿推力较小的 NK-15 液氧煤油发动机作为 N1火箭一子级的发动机。同时，由于发动机的单发推力太小，科雷廖夫不得不为 N1火箭的一子级配置了数量众多的 NK-15 发动机。在当时的控制技术和电子技术的条件下，想对这么多发动机实施可靠有效的控制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从火箭技术方案来看，前苏联在起步阶段就已经落后了。N1火箭的二子级和三子级能把四子级、五子级和载荷送到较高的近地轨道，这大致和土星5号三子级第一次开机和关机的时候相当。绕地球飞行半周之后，N1火箭的四子级发动机启动，把载荷和五子级推入地月转移轨道，这大致和土星5号运载火箭的三子级第二次开关机相当。当进入地月转移轨道之后，四子级和五级以及载荷分离，也就是说 N1火箭用它的前4个子级实现了土星5号运载火箭3个子级的功能。进入月球轨道前，五子级火箭将点火制动，把作为载荷的登月舱和联盟飞船送入月球轨道。以上呢，就是 N1火箭的整个飞行过程。N1火箭总共进行过4次试验性的发射，但没有一次取得成功，甚至没有一次成功地实现过火箭的1、2级分离。它的第2次飞行实验还把发射台都给炸毁了，并造成了多人的伤亡。1972年11月23号是 N1火箭的最后一次试飞。随着这次飞行实验的失败，前苏联的载人登月计划也就被迫流产了。本来米申还想继续对 N1火箭进行一些改进，就比如用改进的 NK-33 发动机替换原来的 NK-15 发动机，用 NK-43 发动机替换原来的 NK-15V 发动机，但是这些改进最后连试飞都没有能够做到。1976年 N1火箭的位置
被暴风雪号航天飞机和能源火箭所取代。至此 N1 火箭的生命画上了最终的句号。以上就是关于土星5号运载火箭和 N1 火箭的一些情况比较。应该说，他们的目标本来是相同的，但生命的历程却迥然不同。虽然他们最终都以黯然退场收场，但至少土星5号曾经经历过辉煌，而 N1 火箭则从来没有走出过那片阴霾。土星5号运载火箭至今仍然为人所津津乐道，而 N1 火箭则被不断地当作反面教材，提醒着航天的后来者不要重蹈覆辙。好，关于土星5号运载火箭和 N1 火箭，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不知道您在听了之后有什么别的想法，欢迎您给我留言，咱们可以一起讨论。在节目的最后，我提醒您，请您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能在第一时间收到我节目更新的通知。同时也欢迎您转发、评论、点赞。咱们下期节目再见。